在1873年之前，世界上有3种不同的货币体系在同时运行着：金本位、银本位和副本位。很多人认为呢，金本位应该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体系，可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历史上其实出现过比金本位还要更稳定的货币体系。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什么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货币体系？200多年以来是什么推动着货币体系的更迭？而在全球脱离金本位的50年之后，我们正在走向什么样的结局？罗马帝国、中国唐朝、元朝，甚至到了18世纪早期的欧洲，经济体里面以贵金属为锚点的货币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了追求从数额上看起来更多的财富，这些时期呢都出现了货币超发的现象。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些时期也都出现了恶性通胀。黄金最早被正式纳入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是在1717年的英国。那个时候呢，英国铸币厂的副厂长牛顿就跟英国政府提议说，应该把金和银同时放在法定货币体系之中，然后呢，把金和银之间设定一个固定的兑换比例。这个兑换比例呢，应该是周围邻近国家金和银兑换比例的中间值。这个提议呢，后来被英国政府所接受了。从此以后，金和银就同时在英国被列为法定货币。如果刚才我提到牛顿的时候有人出戏了的话呢，你想的没错，此牛顿就是比牛顿，就是被苹果砸到脑袋的那个天才。这个时期的英国呢，把金和银同时放到自己的法定货币系统里面，这种货币体系呢就叫做副本位 （bimetallic standard）。牛顿当时肯定也是没有想到，他创造的这个副本位竟然是所有以贵金属为锚点的货币体系之中最稳定的。但是如此稳定的副本位到底是怎么样出现松动的呢？根据英国上议院辩论记录里面的一个记载，之所以副本位开始松动，是因为1816年英国的金银兑换比例设置上面出现了偏差，银的价格稍微贵了一些。这样呢，英国的商人在进口的时候就更愿意向对方支付白银，而出口的时候呢，就更愿意让对方支付黄金。时间长了，黄金在英国的数量就大大的增加，而银在英国的数量就大大的减少。英国就这样很被动的离开了副本位，进入了金本位，也就是只有黄金作为法定货币的系统。所以一句话总结下来呢，就是因为黄金在英国市场里面的占有率太高了，让英国不得不将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唯一锚点。这个地方肯定有观众想问了，难道法定货币里面不包含纸币吗？确实包含，但这是在1833年之后的事了。1833年，英国政府批准英国央行发行 banknote， 也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纸币，成为当时的法定货币。而美国的法定纸质货币出现的更晚，我们手里的 Federal Reserve Note 是在1914年才开始发行的。那么在 banknote 成为法定货币之前呢，它的作用呢，只是用来在银行兑换金银和铜币的一个收据。但是这个 banknote 的发行最后成为了黄金上涨的最大原因。因为当时的银行发现，所有的客户同时来兑换自己的金银的可能性很小，那么银行就可以向外放出多于自己所拥有的金银量的 banknote。也可以说 banknote 的创造奠定了后来货币超发的基础。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一份数据上面间接的发现，从1885年到1928年之间，在全球11个国家之中，金和银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要远远低于 credit money，也就是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市场里面金和银的总量就远远低于市面上发行的纸币的总面值，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雏形。这也就预示着，一旦以政府为锚点的货币体系失效，人们需要找到新的锚点的时候，市场上的每一份黄金所能对应的货币量一定是远远的超过普遍预期的。那我们再回到18世纪末，在这个时期，一个未来被看作世界灯塔的国家走进了历史的舞台。1792年，美国开始了副本位的货币系统。当时呢，有3种不同金属的铸币，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白银，还有一个呢是铜。虽然说有金银铜3种不同的材料，但只有金和银被列为法定货币。根据纯金和纯银的重量，美国在金和银之间设定了一个固定的兑换比例15:1，也就是说1个单位的金币等于15个单位的银币。铸币的过程中呢，允许金币是由纯金或者是合金组成的，但哪怕是合金呢，也是需要有22K 的，也就是说在这1个金币里面至少有11份的纯金加上1份的合金。合金的部分呢是由银和铜组成，其中银的含量又不能占合金部分的1半以上。
1792年呢，一个用金打造的 Eagle Coin 等于10美元，是由247.5格令的纯金或者是270格令的合金构成的。换算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时期1盎司的黄金等于19.39美元。铸币法案呢也同时规定，面值小一些的这些硬币，比如说1美元、50美分或者是25美分，这些呢是由银或者银的合金而铸成的。那么1美分或者是半美分是由铜铸成的。但是28年之后，美国又颁布了新的铸币法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黄金贬值的情况。一个 Eagle Coin 也就是价值10美元的金币，改为使用232格令的纯金铸成，也就是说1美元呢，在这个时候是等于23.2格令的黄金。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的话呢，1盎司的黄金等于20.69美元。可是1834年的铸币法案里面并没有提到要更改任何关于银币的规格，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金和银的兑换比例改变了，从原来的15:1变成现在的16:1。黄金的市面价格变高了，而一个金币的面值并没有改变，但是其中的纯金含量下降了，也就意味着这个时候黄金的购买力也下降了。可是美国为什么要降低黄金的购买力呢？这个里面有2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全球交易之中，当时实际的兑换比例确实更接近于16:1。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因为民间消费大多数时候用的是一些小额的面值，如果大额金币的购买力下降的话，会促使银币在市场中流通速度更快。那美国的政府呢，想以促进货币流通速度这样一种方式去提振自己的经济。那我们现在所处的2023年呢，货币的流通速度是自1929年大萧条时期以后货币流通速度最低的时候。那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去看我另外一期视频，我把这期视频的链接呢搁在我的描述栏里面。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美国把本来是15:1的这个兑换比例换成16:1，这个做法呢，从几十年之后再往回看的话，更像是负本位终结的一个预兆。19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全球的黄金总量有了飞跃性的增长，尤其是美国，金币的铸造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而这个时候银币供给相对稳定，也就造成了在实际交易中金币的购买力大大的下降，相比之下银币的购买力就大大的提升。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1842年到1849年期间，美国人愿意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去购买银币。从另外一张图里面我们也能看出，在1843年的时候，全球交易市场中纯金和纯银的兑换比例大概在15.92:1，这个呢还很接近当时美国政府设立的16:1的这个比例。而随着全球黄金产量的上升，在186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5.22:1，也就是说15.22个单位的纯银才能换到1个单位的纯金。可是这个时候官方设定的兑换比例可还是16:1，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市场中已经不承认美国政府设定的16:1的这个兑换比例了。那银币的市场价值呢，要高于它设定的这个面值，而金币的市场价格呢，要低于它的这个纸面价格。随着市场上面银币的需求量越来越高，那么银币也出现了短缺的现象。1853年的2月份，美国政府新出台的铸币法案里面，把银币中银的含量降低了大概 7.7%， 而银币在一笔交易中的交易面值总和是不能超过5美元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是希望银币在市场中的流动速度减慢，以达到一个减轻银币短缺现象的一个结果。可是这个时期呢，仅仅是副本位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我们把目光再返回到欧洲，因为此时此刻的欧洲将要把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带入到一个新的货币时代。19世纪50到60年代，德国因为发现市场中银币的短缺，而且很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也正在使用供应量更大的金币作为货币系统的唯一锚点。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更容易进行国际贸易活动呢，德国从1871年开始也逐渐从副本位转为金本位。那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法国需要向德国赔偿50亿法郎。那这50亿法郎的支付方式呢，是黄金。
那由于德国这个时候已经是处于金本位了，而法国这个时候还属于副本位，大量的银币就从德国涌入到了法国，导致在法国银币的占有量上升，那相对的银币的购买力呢也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如果法国不能尽快的摆脱副本位进入金本位的话，法国国内的市场里面就会充斥着被其他国家已经抛弃的银币。于是在1873年9月份，法国向德国付了最后一笔赔款以后，9月6号，法国就开始限制国内银币的制造量，也意味着法国正式的走入了金本位。同一年呢，全球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和美国，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把金本位写入自己的法律里面，但是呢，也逐渐开始向金本位靠拢。比如说1873年，美国新出台的铸币法案中，就把生活中相对比较常见的$1银币变成了金币。而在1900年3月份出台的 Gold Standard Act 里面写到，所有官方发行的国债券只能兑换出金币，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开始，美国也正式进入了金本位时代。这个时期呢，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特立独行，没有进入金本位。这些国家里面呢，有一个你肯定熟悉，就是大清帝国。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因为欧洲的金本位很快就要被战争所拖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大英帝国的黄金储备不足以支撑战争所需的经费，于是在同一年，英国呢暂时的脱离了金本位。不光英国，其他参与到一战的国家几乎也都同时脱离了金本位，比如说德国和法国。1919年的时候，由于过高的物价和过高的失业率，黄金的价格在自由市场中涨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一盎司5.65磅。英国从这个时候也开始逐渐减少政府的开支，为回到金本位做准备。1925年，英国在脱离了金本位9年之后，首相丘吉尔宣布英国返回金本位，大多数参与到一战的国家呢也返回了金本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在一战之后出现了恶性通胀。1929年，黄金的价格在德国据说可是一盎司20万亿马克。那1931年大萧条期间，这些战后回到金本位的国家还是无法承受经济萧条引发的低迷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得不再次宣布脱离金本位。这次脱离可是彻底脱离金本位了。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没有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一直保持着金本位的货币系统，但是也没有抵挡住大萧条的冲击。大萧条期间，美国银行破产潮的发生，让民众对于银行业失去了信心，大家纷纷从银行取款，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挤兑现象。银行无法兑现所有的取款需求，因为他们遵循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发放的贷款呢，也没有办法按时得到还款，银行业摇摇欲坠。在1933年的2月，即将卸任总统的胡佛对即将就任的新总统罗斯福说过这样一句话 ：“We have gold because we cannot trust government。”这句话很快就被结结实实的印证了。1933年4月，上任第一天的罗斯福总统火速通过了 Emergency Banking Act， 允许在特殊时期将总统的权力扩张到货币领域，让美联储以银行资产为基础发放额外的美元钞票。这是美国第一次宣布暂时脱离金本位发行货币。2天之后的3月6号，美国开始了为期4天的 Bank Holiday， 实际作用呢就是让银行关门，避免更多的挤兑，也给银行印钱提供了一些时间。在1934年的1月30号，总统罗斯福又颁布了新的法案 Gold Reserve Act， 减轻了一个金币的重量，相当于把纯金的官方价格设定在了一盎司35美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条临时的法律在实施1年之后，美国呢又重新在名义上面回到了金本位。为什么说是在名义上回归金本位呢？因为虽然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但是在这个 Gold Reserve Act 上面明确的写了4条很重要的信息。第1条，将拥有、购买、运输、融化、处理、进口、出口、指定用途以及保管黄金视为违法。第2，美国官方将不再以金币作为支付方式，除非需要铸币然后支付给其他的国家。第3，美国将从市场中抽出所有流通的黄金，并把它们根据财政部的需求重新铸造成金条。4，美国不会再把纸币兑换成黄金。虽然说1964年美国放松了对于私人持有黄金的管制，但是 Gold Reserve Act
也是依然印证了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 说的这样一句话 ：“Nothing is so permanent as a temporary government program。”美国在名义上回到金本位之后，二战打响。英国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金本位，伦敦市场黄金的交易价格从1930年的一盎司 4.63 英镑涨到了1944年的一盎司 8.4 英镑。这个时候呢，美国在名义上还处在金本位时代，而且美国的本土也没有遭到战争的摧残。作为战后经济最稳定的一个国家，美国也顺势在联合国主导了所谓帮助战后经济重建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将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这个时期，全球的市场跟金本位只有那么一丝丝的联系，也就是美元。这个时候，美元跟黄金之间的官方兑换价格还是维持在35美元一盎司。从1961年开始，为了更好地维持这个布林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8个国家一起建立了一个 London Gold Pool 伦敦黄金池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中呢，每个国家所贡献的黄金不太一样，美国当然是占大头，是占了整个贡献的黄金量的 50%。8个银行呢，为了维持黄金价格的稳定，以英国央行为操作方，在自由市场中参与交易。比如说，现在市场里面的黄金价格偏低，那么英国央行就会出面购买黄金，把市场里面的黄金价格推高。那如果说现在市场里面的黄金价格偏高了的话呢，英国央行就会进入这个自由市场去卖掉很多手里的黄金。这样的话呢，在自由市场里面，黄金的价格就开始降低。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美国的这个隔夜回购市场？那在伦敦黄金池计划中所用到的这些黄金，各个国家呢，照之前设定好的比例，以美元为交易货币付款给英国央行。可是没过多久，历史就再一次重演了。1965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应该还不知道，在20世纪的后期，黄金的价格将出现爆发式的增长。美国参与越南战争3年之后，1968年，黄金池计划彻底破产，开始实施 two-tier system 黄金双价制。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黄金在官方的价格依然维持在35美元一盎司，可是在实际的交易中，黄金的价格是由自由市场的供需关系而决定的。1969年的3月份，自由市场里面的黄金价格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新高，一盎司 43.82 美元。同一年的12月，由于南非新开采的这些黄金进入到了自由市场里面，黄金的价格才逐渐降到了一盎司大概在35美元左右。1971年，金本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尼克松在电视演讲中宣布美元暂时与黄金脱钩。这个时候，你应该再次回想起刚才那句话 Nothing is so permanent as a temporary government program。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 The only thing t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 如果按照货币系统的更迭作为时代划分的话，那么在1717年之前，货币体系是没有以贵金属作为锚点的。比如说视频一开始我就提到了罗马帝国和唐朝都出现了恶性通胀的现象，因为这2个时期都是以政府作为货币体系的锚点，没有上限的货币超发就在所难免。从1717年到1873年，虽然每个国家的进度不太一样，但是全球大致处于负本位，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增长是根据贵金属的开采速度和流通速度而决定的。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文明不断前进，人类探索地球的技巧也越来越发达，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繁琐的开采和铸币的过程，逐渐导致在1971年的时候，金本位破产，又回到了以政府政策为锚点的货币体系之中。我一直相信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大循环里面套着小循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跟金银一样相对来讲增长速度更为克制的媒介作为货币体系的锚点的话，我们现在手中的法定货币贬值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只是在延缓大幅度通胀的发生。那如果我们把货币更迭的时间线跟产业革命的时间线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英国从16世纪到17世纪末是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初英国率先进入了副本位，18世纪末英国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不久之后，19世纪初英国就进入了金本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发生了第2次工业革命，欧洲和美国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金本位。
20世纪的中期，由美国发起了第3次工业革命，很快在同一时期，美国脱离了金本位。现在呢，我们正在经历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次货币系统的更迭应该离我们不远了。看了这么多资料呢，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能感受到，货币系统的更迭都有它很被动的一面，但自始至终，我们都能看到黄金在货币体系里面的身影。我并不觉得黄金和白银一定有什么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更像是货币系统作为人造物，在现实中找到了一把可以用来测量的尺子，让我们可以借助有限的资源作为衡量标准。这把尺子从逻辑上来讲，不一定非得是金或者是银，只是经历了上百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其他更合适的尺子。金和银的标价不应该是我们观察的唯一数据，实体经济里面的黄金交易价格对我们才更有意义，而且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非常多，比如说每个国家实体市场中黄金的供应量、政府当下的政策、法定货币的汇率变化、所处国家社会动荡的程度。但是我们从部分准备金制度、1战、2战、德国恶性通胀、伦敦黄金池的失败到黄金双价制，我们都能感受到黄金的价值是不能只以法定货币作为计量标准的，往往只有在以政府为锚点的货币体系失效的时候，黄金真正的交易能力才会显现出来。我一直保持的观点就是，之所以持有金或者是银，并不是在短期之内去套利获得一个可观的收入，更多的呢是给自己在没有贵金属为锚点的货币体系之外保留一种交易的能力。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全球已经脱离了金本位或者副本位，但是各国央行还在储存黄金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在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掌握黄金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为了在动荡的时期可以启用黄金作为国家经济的最后一道保险。这一期关于黄金和货币体系更迭的话题就讲这么多，我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